各位，清明马上就要到了，我今天一定要叮嘱大家，你们去扫墓陪墓的时候，除了金子和贡品，你的口袋里千万要备上一小把干净的米。为什么？因为这把米是帮你打通阴阳两界的通关密码。民间有句老话叫一粒米十路功，今天我就一步步教大家什么才是真正能阴阳两立的祭祖智慧。我知道很多乡亲朋友一听到沙米，心里难免会犯嘀咕，尼斯啊，为什么非得是米呢？我撒点饼干屑不行吗？实在不行我撒点铜板嘛，铜板至少也是钱啊。各位，在传统的祭祀文化里，有一句最核心的话，大家一定要深深地记在心里，叫做视死如视生。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待过世的先人，要像对待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用心。大家想想，活人每天吃什么？保命，吃五谷杂粮，对不对？得谷者昌，失谷者亡。脾胃是后天之本，五谷就是养命的根本。而在这五谷之中，米正是五谷之首啊！大家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一粒白米是怎么长出来的？水到了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充分吸收了厚重的地气和太阴之水。等它抽穗生长的时候，天天在田里晒着大太阳，这就吸收了天上的纯阳之气。所以这一粒小小的白米，其实把天地的精华、阴阳的造化全都完美的浓缩在里面了。你把这带有勃勃生机、带着天地纯阳之气和厚重土气的米撒出去，那就是在给你自己、给你的家族种下了一颗生机盎然的种子。你的财运、子孙的事业运，自然也就能跟着这股生机好好的生根发芽旺起来。但这还仅仅只是第一层意思。你以为你去扫墓，那满山的坟头、偌大的公墓里，就只有你家祖先在那边乖乖等你吗？你把阴间想得太简单了，阴间它也是个社会啊。你家祖先在那个世界生活，周围也是有左邻右舍的，周围的山林里更是游荡着无数的好兄弟，那些无主孤魂。你想想看那个画面，你开着高级黑头车，带着大鱼大肉，点着香，烧着成堆的金银财宝给你家阿公阿嬷，你家祖先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你看看旁边那些几十年没人扫墓，连口香火都吸不到，饿得皮包骨头的好兄弟在旁边看着，他们心里会怎么想？换作是你会不会眼红？你会不会嫉妒？他们要是脾气不好，直接半路就把你烧给祖先的金子给抢了。你以为祖先收到了，全被整碗端走了。要是这些无主孤魂怨气再大一点，看你这个活人这么嚣张，这么小气，顺手在你身上挂一点阴煞之气，你印堂发黑，面带衰相的回到家，你能不倒霉吗？你能不生病吗？所以撒米最根本的玄机就在于2个字：布施。你撒出的这一把米是对十方众生、对周围那些好兄弟的布施，你这是在拿阳间的五谷生机去安抚阴间的饥寒交迫，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你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拿你当恩人，不仅不抢你祖宗的钱，还会反过来帮你家挡煞。这就是一粒米十路功的真正奥秘。为了让你们听懂，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自处理过的真实案例。多年前，台中有个做精密机械零件的老板，我们叫他李董。李董当时40多岁，人其实挺老实，对父母那是出了名的孝顺。他每年清明节去大肚山扫墓，那都是买最大号的金子，带足了顶级的贡品，排场搞得很大。可是有一年，这个李董真的是倒了大霉了。刚过完清明节没半个月，工厂里的机器莫名其妙出故障，一个跟着他干了10几年的老师傅，手差点被卷进车床里，当场血流如注，赔了一大笔钱不说，工厂还被勒令停工检查，最惨的还在后头。紧接着，本来谈好了几个外销大客户，突然集体毁约，宁可定金不要了，也不要他的货。李董愁得啊，整夜睡不着觉，头发大把的掉。他跑到我台北的诊所来看诊，我根本连脉都不用把，眼睛稍微一扫，哎呀，看他那个脸色，印堂发暗，眼眶周围一圈黑气，双眼无神。我们在中医里讲，这叫肾气极度衰败，少阴经被寒邪死死封住。而在风水相术里，这分明就是沾了极重的阴晦之气，运势被彻底压死的象。我当时盯着他，直接问：李董，你最近是不是去扫墓了？李董叹着长气说：是啊，尼斯，
我清明刚去扫完，我真的想不通啊。我明明很孝顺啊，我给我爸烧的都是带金箔的大元宝，足足烧了半个多小时，眼睛都被烟熏得流眼泪。怎么我爸在下面也不保佑我啊？难道是我烧的不够多？我当时严肃地对他说，你爸不是不保佑你，他现在在下面被一群好兄弟围着，帮你挡煞都挡不住了。李董吓得浑身一哆嗦，结结巴巴地问，尼斯，这话怎么说？我说，你回忆一下你扫墓的场景，你是不是点着了火，把冥纸一股脑全倒进去，然后就在旁边干站着看着烧完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么大张旗鼓的给你老爸送钱，旁边有多少双恶绿了的眼睛在盯着？李董愣住了，皱着眉头仔细回想了一下，猛地一拍大腿，尼斯，你还真神了。那天我去大肚山的时候，风特别大，阴风阵阵的，我点火的时候，那个火苗子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纸灰到处乱飞，扑到我脸上。我当时心情烦躁，烧完我就赶紧下山了，根本没管别的。这就是了。我冷冷地看着他，你那是在得罪阴界的众生啊！你光顾着自家老爸，对旁边的好兄弟却一毛不拔。人家看你这么阔绰，过来讨口饭吃，你不仅不给，还嫌弃人家吹风。他们这股怨气不发在你身上，发在谁身上？你的客户毁约，工厂出血光之灾，全都是这股阴怨之气冲撞了你的命盘。李董听完冷汗直冒，说，尼斯，您得救救我啊！我哪懂这些深浅啊，我以为烧钱就行了，现在该怎么办？我把他扶起来，告诉他，解铃还须系铃人，阴间的恩怨用阳间的慈悲去解。你明天去祭拜，记住一定要带一小把干净的新米，在烧金纸的时候把米撒出去，布施给四方。后来李董在第二年清明严格按照我教他的方法去做了。他后来跑来跟我反馈当时的场景，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那天大肚山上也是个阴天，风呼呼的刮，坟地里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气氛很压抑。李董心里其实也毛毛的，他点燃了金子，看着火苗窜起来。当火烧得最旺的时候，他深吸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小把晶莹剔透的白米。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我教他的话，然后动作轻柔的分了3次，把米撒向了火堆的四周。李董激动地跟我说，尼斯，你敢信吗？就在我把最后一把米撒出去的瞬间，原本呼呼乱刮的阴风突然就停了，整个墓园一下就安静了下来。那火苗也不乱飘了，笔直笔直的往上烧，烧得又旺又亮。李董当时站在坟前，本来那种害怕、胸口闷绝的感觉突然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平静温暖的感觉，就好像胸口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突然被人搬走了一样。他知道这是周围的好兄弟收到了他的善意，阴阳两界的这条路彻底打通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过了不到半个月，李董去参加一个台北的行业饭局，碰巧遇到了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大采购商。那个采购商本来是要找别家的，结果随便看了一眼李董工厂带去的精密零件样品，直接拍板签下了李董工厂接下来3年的全部产能。李董不仅走出了破产的边缘，生意还比以前翻了好几倍。这就是造化，这就是天地的规矩。你们以为你撒出去的只是一把普通的米，错，你撒出去的是你对天地鬼神的敬畏，是你心底的那份大慈悲。那十方的五祖孤魂吃了你的米，拿了你的好处，他们会在暗中帮你推波助澜，把你的血光之灾挡掉，把你的泼天富贵引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扫墓光烧金纸一点用都没有。你不懂得布施的智慧，不懂得用这小把米去调和阴阳的怨气，你烧再多的钱也是一场空。但是你们别以为随便抓一把米，随便什么时间跑到坟前一扬就完事了。这里面的时机选米的讲究可是大有学问的。你做对了，事半功倍，祖宗和好兄弟都感激你。你做错了，惹祸上身，神仙都难救你。第一点，我们先来讲讲时间。我问你们，你们现在去扫墓一般都是几点出门？我看现在很多人啊，尤其是你们家里的那些年轻人，放个清明连假，前一天晚上熬夜滑手机打电动，第二天白天睡到日上三竿，到了下午4、5点钟，太阳都快下山了，才开着车载着你们慢吞吞的去公墓。我每次去墓园看风水，看到这种傍晚才来扫墓的人，
我都在心里替他们捏把冷汗。简直是不知死活。你们要知道墓地是什么地方，那是极阴之地啊，是九幽之下的气口。我们活人身上带的是什么？是纯阳之气，是我们中医里讲的胃气，是在你体表保护你的屏障。一天之中，天地间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这就好比什么？好比你一个人要走进一片深山老林，你手里必须得举着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把，那些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才不敢靠近你。上午9点到下午3点，这天上明晃晃的大太阳就是你身上最大的火把。在这个时间段，你去扫墓，去画金子，去撒米，你身上的阳气和天地的纯阳之气是共振的，是合二为一的。那些阴寒晦暗的东西被这股正阳之气一照，根本进不了你的身。但是你一旦过了下午3点呢，下午3点一过，太阳开始西斜，这叫阳消阴长，地底下的阴气就开始慢慢往上冒了。到了傍晚5、6点，逢到酉时交界，那个阴界的大门就等于是半开着了。你这个时候跑去扫墓撒米，你身上那点微弱的阳气根本压不住漫山遍野的阴气。你这个时候把米撒出去，你招来的可就不只是你家阿公阿嬷或者过路的善良好兄弟了。那些深山老林里修炼的，常年见不到阳光，怨气极重的邪祟，全都会被你这把带着活人气息的米给招过来。到时候你前脚踏进家门，后脚就把这些脏东西带回了家。所以记住我的第一句铁律，去扫墓撒米必须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好，出发的时间你们选对了。接下来我们讲时机。到了坟前，你手里紧紧攥着的这把米到底该在什么时候撒出去？我在公墓看过太多人了，一到坟前先把米往地上一泼，然后才慢条斯理的开始点火画金纸。还有一种人呢，是等金纸全都烧完了，火都灭了，变成一堆黑灰了，风一吹他才一拍脑门，哎呀妖兽尼斯说的撒米我给忘了，然后赶紧抓一把扔在那个死灰里。胡闹！你们用你们的常识想一想，阴阳两界平时是彻底隔绝的，你怎么可能凭空把阳间的五谷送到阴间去？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那个火。火就是阴阳两界打开的通道，纯阳之火能化有形为无形，能把阳间的物质转化为阴间的能量。你金子还没烧起来，传送门还没打开，你把米撒在地上，那叫什么？那叫喂麻雀。你家祖先连个米香味都闻不到，那你等火都熄灭了，通道都关上了，你再把米扔在冷冰冰的死灰里，那又叫什么？那叫制造垃圾。真正的黄金时机是什么时候？你一定要等到那个金子烧到最旺盛，火苗窜得最高，轰的一下火光冲天的那一瞬间，那个时候火浪扑面而来，你感觉周围的空气都被烧得扭曲了，那就是阴界和阳界大门完全敞开，磁场最薄弱的一瞬间。就在这个最高潮的节点，你把你准备好的米轻轻地撒向火堆的外围，借助着那股旺盛的纯阳之火，这带有生机的五谷之气就会瞬间穿透阴阳的屏障，化作漫天的光芒，精准地落到你祖先和十方众生的手里。这就叫借阳传阴，这才是道家风水里的真功夫。懂了时机，我们再来讲讲材料。这是老百姓最容易出错，也是最容易惹怒先人，给自己招来现世报的一关。我在之前的嘱咐里写得清清楚楚，选米必须用干净的新米，绝对忌讳陈米、霉米。各位乡亲长辈，你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们平时家里请客吃饭，请你生意上最重要的贵人到家里来，你会跑去米缸最底下掏那些放了3年生了米虫发了一股霉味的陈年旧米煮给人家吃吗？绝对不可能嘛！你肯定要去全联或是超市买最贵的日本月光米、花莲时尚米啊。那你为什么对待自己的列祖列宗，对待阴间那些掌握你家运势的好兄弟，你反倒开始小气，开始算计了呢？几年前我在高雄看诊，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欧巴桑，姓林，我们叫她林大姐。这个林大姐啊，平时就是个极其节俭的人，节俭到什么程度？去传统的黄昏市场买把青菜，为了省个10块20块，能跟卖菜的老板吵半个小时。家里的剩菜放在冰箱里放了4、5天，都臭酸了，他还舍不得扔，热一热自己咽下去。这叫什么？这简直是小气鬼投胎。有一年清明节，
他跟邻居聊天，听人家说了撒米能改运的法子，他那个眼睛就亮了，动了心思。回家后，他就翻家里的那个老米缸，发现最底下有一袋去年买的便宜米，因为高雄天气潮湿，这袋米已经受潮发黄了。凑近一闻，一股刺鼻的发霉味。这林大姐心里是怎么盘算的？她心想，反正也是撒在荒山野岭的，是烧给死鬼吃的，用那么好的新米多浪费钱啊，就用这个发霉的黄米吧，反正撒到火里都一样，意思到了就行了，祖宗又不会挑食。于是她就用个破塑胶袋装了一把那个发霉的臭米，跟着家里人去富鼎金公墓扫墓了。到了坟前，金子一烧到最旺，他就把那把霉米往火堆里一扔，嘴里还念叨着保佑发财。结果呢，现世报来的比翻书还快，当天晚上报应就砸到他家头上了。这林大姐半夜突然肚子剧痛，上吐下泻，盖了3床棉被，还直打哆嗦，额头烫得像个火炉。最可怜最让人揪心的是他那个才3岁的小孙子，本来睡得好好的，突然指着卧室的墙角哇哇大哭，整个人缩成一团，整整哭了一夜，声音都嘶哑了，怎么哄怎么抱都没用。一家人半夜赶紧叫救护车送林大姐去医院急诊，全身检查都做过一轮了。奇怪的是，白血球正常，什么肠胃炎、细菌都没查出来，最后只能无奈的开点电解质水和退烧药，让他们回去多休息。可是回到家，症状不但没减轻，躺在床上哎呦哎呦的惨叫，小孩更是哭个不停。后来他女儿实在没办法了，知道我懂中医和玄学，把我请到了他家里。我一踏进他家那个门槛，我就感觉浑身毛骨悚然，一股子阴寒刺骨，带着怨毒的气息直逼我的面门。我走到那林大姐床前，低头一看她的脸色，哎呀，那个印堂青里透着死黑，嘴唇惨白发紫，眼窝深陷。我伸手一搭她的脉，这根本不是什么吃坏了肚子的脾胃病，这是极阴之邪，极大的怨气，直接封死了她的中焦脾胃，甚至已经逼近了少阴肾经，这就是被脏东西死死缠住了。林大姐当时还在发烧，脑子昏昏沉沉的，哭丧着脸，把她用发霉陈米去撒的事情说了出来。我听完忍不住对她说，米在天地间代表的是纯正的生机，是富足，是你子孙对先人最基本的敬重。你居然拿发霉的米去供养祖先，你去布施十方众生，他们一发火，那股极端的阴怨之气直接跟着你回家，冲散了你家的风水磁场。林大姐听完我的话，眼泪哗哗的流。我告诉她，解煞的方法只有一个，你明天一大早去超市去买一袋最顶级最香的花莲池上新米，挑个晴天的正中午，带着这一袋新米和上好的金子，重新回到你家祖坟前，点上香，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然后把这干净的新米伴着金子的火光重新认认真真的撒一遍。记住，心一定要诚，你要是在撒的时候心里还有半点心疼那个买米的钱，这事就绝对解不了。第二天中午，林大姐的先生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去买了最贵的新米，两老互相搀扶着搭计程车去了墓园，严格按照我说的重新做了一遍仪式。说来也真的是天地有灵，等他们回到家，那个哭闹了几天几夜嗓子都哭哑了的小孙子竟然已经安安静静的在床上睡着了，呼吸平稳。到了晚上，林大姐和先生的肠胃炎也奇迹般的全好了，第二天一早就能下床去厨房煮粥了。各位，你们听懂这个故事没有？千万不要在祭祀天地鬼神的事情上耍你那点可笑的小聪明。干净的心米代表的是你那一颗纯洁无瑕恭敬自己的心，你只有拿最好的东西去沟通阴阳，阴阳两界才会把最好的福报回馈给你。另外，我再送你们一个进阶的小秘诀，有的内行的老辈人甚至会在新米里面加上一点点粗海盐或者一点点干净的茶叶。为什么？因为盐在风水里是用来破除煞气、清净除秽的，而茶叶吸收了天地日月精华，是纯阳之物。你把盐和茶叶混在米里撒出去，不仅是布施，更是帮你家祖先扫清坟墓周围的阴湿瘴气，让他们在下面过得清爽安宁。他们在下面安宁了，舒服了，你这当子孙的在上面才能赚大钱，享清福啊，懂不懂啊？好，现在我们知道了选什么时间用什么材料，那到了坟前具体的动作到底该怎么做，手该怎么摆，
嘴里要念什么口诀。如果你们去的是现在的环保公墓灵骨塔，人家规定死了绝对不准点火烧纸，那我们这米又该怎么撒才能把福气送到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先讲传统的允许化金子的传统火化版。刚才我在上一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等那个金子烧到最旺，火苗最高，轰地一下着起来的时候，好，这个时候你手里抓的那一小把干干净净的新米，你该怎么做？有的人脾气急，抓着那把米像打仗扔手榴弹一样，用力往火堆里一砸，砰的一下，火星子四溅。有的人呢，漫不经心，像在乡下喂鸡喂鸭一样，哗啦一下就乱泼出去。甚至还有那种心浮气躁了，抓着米跟撒大网一样，满天乱飞，全撒在隔壁人家祖坟的供桌上了。你这哪是在祈福布施啊？这根本是在泄愤嘛！你这样不但你家老祖宗收不到你的敬意，旁边过路的好兄弟还以为你要拿石头砸他们，挑衅他们呢。记住尼斯的话，动作一定要柔，心一定要定。你站在火堆前，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口气，把心里所有的杂念都给我清空，不要再去想你家股票今天跌了多少点，也不要去想你那个不听话的媳妇昨天又给你顶了什么嘴。把心彻底沉下来，把你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你手里的这把米上，然后把这把米分成3次。为什么要分3次？我们老祖宗讲究3才，天地人，你分3次撒。第一次敬天，第二次敬地，第3次敬十方鬼神和你家祖先。你的动作要像什么？要像春天老农在田里播种一样，掌心向上或者轻轻的向外推，把米轻轻的慢慢的撒向火堆的外围和那窜高的火苗上。千万不要乱扔，不要用泼的，你每一次柔和的撒出去，都是在天地间结下了一份深厚的善缘。在撒米的同时，你的嘴巴不能闲着，但是不需要你扯着嗓子大声喊出来。你在那个墓园里大喊大叫，隔壁扫墓的还以为你中邪了呢。天地鬼神看的是你的心念，听的是你灵魂深处的波长，所以你只需要在心里默念，或者嘴唇微动，用只有你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轻声念。念什么？这16个字是千百年来历代风水先师总结出来的口诀，字字千金，你们给我刻在脑子里。此米落地，阴阳两利，祖先得时，佑我顺利。你们仔细去品一品这16个字，这境界有多高啊？有的人去扫墓，满脑子都是阿公啊，保佑我发大财，保佑我升官，这叫自私自利。但这句口诀的第一句，此米落地，阴阳两利，这8个字一出来，就把你的格局彻底打开了。我这把米撒下去，不仅是对生者有好处，更是对死者和十方众生的慈悲布施，这就叫大悲心，这就叫广结善缘。你前面把规矩做足了，善缘结广了，你家祖先在下面有面子了，吃饱喝足了，周围的好兄弟也被你打点好了，祖先得时，佑我顺利，他们回过头来保佑你，那不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吗？这就叫契约，这是你用最大的恭敬心和天地鬼神签下了一份互利互惠的神圣契约。但是啊，我知道你们现在的难处，这几年时代变了，很多人倒苦水说，尼斯啊，你讲的这个方法好是好，可是现在政府管得严啊。你看我们双北的那些生命纪念园区、环保公墓，墙上到处贴着严禁烟火，别说化金子了，连一根香都不让你点。你刚才说火是阴阳交界的传送门，现在连火都不让点，那我这米撒出去，不就真成了喂麻雀了吗？我告诉你们，风水是活的，我们中医讲气随心动，这叫心火，也叫你的神。只要你的心沉到了极点，你的意念足够强大，你心里的这把火瞬间就能穿透阴阳两界。今天我就教你们这套现代公墓灵骨塔的无火版，不管你是去环保公墓还是去那种完全室内的塔位，一样管用，不违规，不冒烟，照样能把你的孝心和布施送到位，福气一分都不会少。为了让你们幸福，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案例，你们听完就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心到意到，福就到。有一对30出头的小夫妻，结婚5年了，一直怀不上孩子，为了生个一男半女，这对年轻夫妻可以说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女方去做试管婴儿，整整做了3次，受了无尽的罪，可是每一次都是好不容易怀上个把月，莫名其妙的流产了。医生检查来检查去，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留不住胎。
这两口子压力大得快崩溃了，天天在家里抱头痛哭，婆婆也给他们脸色看，差点就要签字离婚了。后来他们辗转找到我，我一给那个女方把脉，再看她的脸色，哎呀，面色白得吓人，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这在我们中医里叫什么？叫极度的宫寒，冲任二脉，彻底空虚。但奇怪的是，她这么年轻，怎么会虚成这样？我再仔细一排他们夫妻的八字，问了问他们家里的情况。原来男方的爷爷当年走得很突然，最疼这个孙子。爷爷过世后，葬在北部一个很有名的现代化环保公墓里。这个公墓风景很好，像公园一样，但是管理极其严格，绝对不准烧任何东西。这位先生非常孝顺，每年清明都去看爷爷，但是因为不能烧金纸，他每次去就只是买束鲜花，站在墓碑前鞠个躬。他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觉得好像什么都没给爷爷送到，爷爷在地下肯定缺钱花，过得很苦。他越这么想，他心里的那种愧疚感、自责感和阴郁之气就越重。各位，我们中医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恐伤肾，思伤脾。这位先生天天心里挂念着地下的爷爷过得不好，长年累月的忧思直接伤了脾胃，自责和恐惧又暗耗了肾经。夫妻是同体连心的啊，他的这股阴郁败坏的磁场无形之中就死死压住了他们夫妻的生育磁场，阳气都被抽干了，子宫冷得像个冰窖一样，你怎么去孕育新生命？我当时就非常严厉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去花几十万冤枉钱受罪打针了，你们这是心病，是风水上的死劫。今年清明节你们夫妻俩一块去按我教你们的无火板沙弥法去给你爷爷上坟，把这个结给我解开。先生半信半疑，愁眉苦脸地问，尼师，撒把米爷爷就能收到，就能保佑我们生孩子？我对他说，你照做就是了，记住心诚则灵。那年清明节他们夫妻俩去了那个环保公墓，后来生了孩子来报喜的时候，女方给我详细描述了那天的情景。那天天气很好，微风不燥，公墓里没有那种烟熏火燎的味道，全是青草的香味。他们按照我的吩咐准备了一小把干净的黄米，因为墓园允许带几张黄纸，他们就带了一小叠黄纸压在墓碑上，代表钱财。先生让妻子站在墓碑前，两人恭恭敬敬地站好，周围有其他扫墓的人走来走去。刚开始他们还觉得有点尴尬，怕别人笑话他们傻站着，但是当这位先生闭上眼睛回想起我跟他说的话，他的心慢慢就静下来了。他手里攥着那一小把黄米，在心里默默地极其专注地念了3遍，此米落地，阴阳两利，祖先得时，佑我顺利。念第1遍的时候，他脑海里浮现出爷爷从小抱他疼他，给他买糖吃的画面，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念第2遍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原本冰冷的手心渐渐有了温度，他手里的那把米好像不再是普通的米，而是他所有的孝心，所有的委屈和对未来新生命的期盼。念第3遍的时候，他心里那种长久以来的焦虑、自责和压抑感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了。他用自己极其强大的心火点燃了这把米，然后他睁开眼睛，非常郑重地把手里的米分了3次，轻轻地撒在了墓碑前面的草地祭祀台上。撒完之后，他拉着妻子的手，两人在心里又轻轻地踏踏实实地补上了一句我教的定海神针：祖先安息，子孙平安，诸事顺遂。女方后来跟我说，尼师真的太神奇了。就在先生撒完米，两人念完最后一句的那一瞬间，原本一直紧绷着脸，手脚冰凉，满心愁苦的他，突然感觉从脚底板的涌泉穴猛地涌上来一股极其强烈的暖流。这股暖流顺着经络直冲头顶的百会穴，他整个后背都出了一层薄汗。紧接着一阵微风吹过，把墓碑上的黄纸吹得哗哗作响，就好像爷爷在笑着跟他们点头，叫他们放心一样。他们走下山的时候，感觉脚步无比的轻快，那种沉重了5年的压抑感彻彻底底的消失了。他们没有烧一张纸钱，没有点一根香，但是他们心里无比确信，爷爷收到了，天地众生收到了，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打开了。惊喜的是，扫完墓不到3个月，女方有天早上起来突然觉得恶心反胃，用验孕棒一测，2条线，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两口子抱在一起又哭又笑，跑去医院抽血。医生笑着告诉他们，
各项指数极其完美，胚胎发育的非常好，非常稳当。第二年过年前，女方顺顺利利的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丁，母子平安。满月的时候，这两口子提着2大盒红鸡蛋油饭跑到我诊所，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哭着给我磕头。我把他们扶起来，告诉他们，你们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们自己那颗自诚自恳的心，要谢你们愿意放下执念，用那一把米，用你们的心火去跟祖宗和解，去跟天地万物和解。各位，你们听明白了吗？在现代的公墓里，灵骨塔里，不烧火也完全一样，能行孝，能敬祖，能布施。只要你备好干净的心米，恭敬站立，清空杂念，用你的心火去加持，在心里默念的16字诀3遍，分3次清沙，最后补上一句祖先安息，子孙平安，诸事顺遂。你的心念一动，那个强大的气场就会瞬间连接阴阳。这就是佛家讲的一念三千，不求花哨，只求恭敬，既是孝祖也是布施。你只要做到了这等的心安理得，福气自然就会像水到渠成一样降临到你的头上。好，现在动作和心法你们全都会了，但我最后还要考考你们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你们在坟前跪着的时候，心里到底该求什么？我发现90%以上的人都在坟前求错了东西，求错了，你不仅得不到半点福气，反而会严重折损你现有的阴德和寿命。很多人心里想着，哎呀，尼师，这下我可是全学会了。今年清明年假，我去大肚山，去金山坟前撒米，我一定要让我家阿公阿嬷保佑我，今年买大乐透中个头奖。那你们要是抱着这个心态去扫墓，那我前面讲了，你们算是彻彻底底的白听了，你们简直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我每年清明节去各大公墓看风水，你们知道我最怕听到什么吗？我最怕听到那些跪在坟前扯着嗓子大喊大叫的人。有的人一边大把大把的烧着冥纸，一边扯着嗓子喊，阿嬷啊，你要保佑我今年能在台北市信义区买户地堡哦，保佑我儿子当大官赚大钱哦。我每次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我都在心里替他们家的祖宗发愁，甚至替他们捏把冷汗了。你们想想，你家阿公阿嬷活着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老老实实在南部种田的农民，或者是个普普通通的纺织厂女工，他们自己活了一辈子，连1000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你现在跑去坟前，指望他们死了以后，突然就变成了阴间的印钞机，变成了法力无边的财神爷，直接给你变出大豪宅，发大财，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这不是在逼迫祖宗吗？就算天底下真的有路过的路煞，或者深山里的邪神，看你求得这么可怜，这么贪婪，人家为了看笑话，或者为了吸你的阳气，借给你一笔横财，让你突然中了彩券，或者拿了一大笔钱，你以为你走运了，你以为你家祖坟冒青烟了？错，大错特错。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这笔钱是用你家人的健康，用你子孙后代的福报提前透支换来的，这就叫做财多身弱，必遭灾祸。我们中医讲过喜伤心，暴富带来的狂喜会瞬间冲散你的心气，邪火上头，你不倒大霉谁倒大霉？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段专属的清明祭祖祈福文，这是我结合了几十年的中医医理、风水命理和天道玄机，专门为你们量身定制的。你们不要再去坟前自己瞎编乱造、胡言乱语了。今年清明，你们在撒米的时候，就照着这段话在心里默念，或者轻声念出来：列祖列宗在上，今日清明，子孙诚心祭拜，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少灾少难，日子安稳，愿祖先护佑，身健体安，心宽无忧，诸事顺遂，贵人相助，远离是非，常得安稳。此米敬祖，阴阳两立，祖先得安，子孙得福。这几十个字，字字句句都透着化解灾厄的大智慧啊！什么是福气？医院的加护病房里没有你们家的人，监狱的铁窗里没有你们家的人，这就是天大的福气了。我不求天降横财，我只求把命中注定的那些劫难、车祸、大病全都化解掉。一个水桶，你不漏水了，里面的水自然就满了。这就是少灾少难的终极智慧。现在的人为什么得癌症、长肿瘤、得各种奇奇怪怪的病
80%都是气出来的，是愁出来的。你求祖先保佑你心宽，遇到事情不钻牛角尖，你心宽了，你的肝气就顺了，脾胃就和了，经络通畅，你百病不生啊。你这是在给你自己求寿求命啊。你要告诉祖宗啊，你们在下面安安心心的过日子，不缺吃穿，我们在上面平平安安的传宗接代，不惹事端。大家听懂了吗？这就叫中庸之道，这就叫大道至简。你带着干净的池上新米，在阳气最旺的黄金时机，用最柔和的动作，配上这篇求稳不求贪的祈福文，这套组合拳打出去，阴阳两界全都被你打通了。你的孝心，你的慈悲，你的智慧，全都完美的融在这一场简单的祭祀里了。好了，不知不觉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记性不好，最后我再给你们碎碎念一遍，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重点总整理。不管你记性多差，今年清明去扫墓，一定把这4个步骤记下来。第一，带什么？别再空着手去了，也别再弄那些花里胡哨没有用的纸糊别墅了，给我去全年货超市准备一小把干干净净晶莹剔透的花莲池上新米，绝对不许用发霉的陈米生虫的破米去随便打发鬼神，那是造孽，是引火烧身。第二，什么时机？必须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天地间纯阳之气最旺的时候去。如果能画金子，一定要等那个火苗窜得最高，轰的一下火光冲天的时候。如果是去不让点火的现代化公墓，就恭恭敬敬地站在墓碑前面，把心静下来，用你的心火去沟通。第三，怎么撒？动作要轻要柔，像老龙播种一样，把米分3次，轻轻地撒向火堆周围或者草地上，千万别像喂鸡扔石头一样乱泼乱扔。第四，嘴里念什么？不要再去求什么中大乐透赚5000万了，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此米落地，阴阳两利，祖先得时，佑我顺利。最后撒完，再在心里踏踏实实诚恳恳地补上一句：定海神针，祖先安息，子孙平安，诸事顺遂。就这么简单，4步，不用你花1分钱的冤枉钱，不用你去请什么昂贵的风水大师。但是啊，各位，你今天学会了撒米，学会了1粒米10路功，学会了去布施阴间的那些好兄弟，这是广结善缘，这非常好。这些叫做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工具。可是如果你转头回到家，天天指着老婆或父母破口大骂，你出门做生意偷斤减两，坑蒙拐骗，你邻居家出了点困难，你不但不帮忙，还在背后讲闲话，看人家的笑话。你以为你清明节在坟头撒了那一小把米，老天爷和祖宗就能闭着眼睛保佑你升官发财吗？不可能的，天理难容啊！你撒出去的这把米，它其实只是一个影子，它是在时时刻刻提醒你，做人要有一颗布施的心，要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大慈悲心。当你心存善念，处处与人为善，不去计较那么多蝇头小利的时候，你这颗善良宽容的心，才是你子孙后代最大的靠山，最硬的护身符。所以在这个清明节即将到来的日子，我想邀请各位乡亲长辈跟着我一起做一件积攒天地大功德的事情。我请你们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里留下这8个字：祖先安息，子孙平安。或者把你心底最朴素最真诚的祝愿写下来，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发大财中彩券，你就写保佑全家健康，少灾少难，出入平安。这些文字会形成一股极其强大的直通天庭的纯阳大磁场，这股善念的波长能化解世间无数的灾厄。心安则福至，心善则事成。祝各位清明得福，阖家安康。我们下次再见。